你还在说这样的句子吗？我很忙，我没有时间 blah blah blah。 你还在说你可以吃完吗？或者你怎么说 take this opportunity。 你已经 HSK 5了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怎么用高级的方式来表达吧。可能你还不认识我，我叫若曦，专注于发布 HSK 5和 HSK 6水平的中文视频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。来，刚刚，妈妈呢一直工作太忙了，也顾不上你，正好接着今天你报道，咱们庆祝一下。谢谢爸爸妈妈。在这个视频里呢，女孩的妈妈说，妈妈呢一直工作太忙了，也顾不上你，我顾不上你。 See， 这个短语就很地道，我顾不上你等于我没有时间照顾你。你猜出是什么意思了吗？对，顾不上就是很忙，没有时间关注，不能照顾一件事儿或一个人。你有没有这种情况？你去了一家新公司，你以为你的工作是这样的，但是第一天你的老板就给了你很多工作，你1分钟都没有休息，没有时间吃饭。那你怎么说呢？你可以说我中午顾不上吃饭，上班第一天真的很忙，我中午顾不上吃饭。那如果你想表达相反的意思呢？那我们可以用顾得上，我的工作不忙，中午顾得上吃饭。那视频里的这个妈妈，她很忙，顾不上陪孩子。那如果她不忙，你就可以说她工作不忙，她有很多时间陪孩子。重来。那如果她不忙，你就可以说她工作不忙，顾得上陪孩子。昨天你睡得很好，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很舒服，拿起手机，天已经11点了，你没有洗脸，没有刷牙，穿上衣服就出门了。怎么说呢？你要说我没有时间洗脸刷牙，穿上衣服就出门了。对，我顾不上洗脸刷牙，穿上衣服就出门了。非常好。好，我们再来试一个。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，那天来了很多的客人，他虽然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但是那天你们一句话都没说。婚礼以后你的朋友会和你道歉，他说真对不起，婚礼那天事情太多了，我没有时间和你说话。你的朋友还可以怎么说呢？对，真对不起，婚礼那天事情太多了，我顾不上和你说话。在中文里还有很多类似的词，但是这种格式的词一般是固定搭配，不能自己创造新的说法。那我们很常见的词比如吃得了，吃不了。我们一起去吃自助餐，一个朋友他拿了很多很多，你怎么问他？你可以吃完吗？语法是正确的，但是更地道的说法是你吃得了吗？你吃得了这么多吗？那你的朋友可能有2种回答。第一个，我吃得了，我还可以吃更多。哇，真的好能吃那还有第2个可能，就是他说我吃不了，我拿的太多了，你可以帮我吃一点吗？来得及，来不及。最近工作太多了，你有点累，你买了一张今天下午去马尔代夫的机票，想好好休息一下。但是你有个同事很着急，他想和你开会，所以他问你几点走，你下午3点走可以吗？3点太晚了，你怎么说？你可以说3点走，我的时间不够。对，3点走，我来不及。从这里到机场要1个小时，来不及。你想了想，2点吧，2点开会可以吗？我的时间够用，我来得及，坐得下，坐不下。你终于到了机场，人真多呀。你有点累，你想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？
然后你看到一个地方，但是这个地方不大，很小，你心里在想，这里有我坐的地方吗？我坐得下吗？会不会让旁边的人觉得很挤？试了一下，真的不行，没有地方可以坐，我坐不下。这个时候旁边的人拿着行李离开了。现在好了，有地方可以坐了，可以坐得下了。好，再让我们回到这个视频。妈妈呢，一直工作太忙了，也顾不上你，正好接着今天你报道，咱们庆祝一下。女孩的妈妈说，我顾不上你。后面又说，借着你今天报道，借在这里的意思是 take this opportunity， 借着这个机会，所以正好借着你今天报道，完整的句子是借着今天你报道这个机会，咱们庆祝一下。那比如你有过这种经历吗？你很喜欢一个人，但是你不敢和他表白，怎么办呢？你想出一个好办法，在过愚人节的时候和他表白。对，借着愚人节这个机会和他表白，或者说借着愚人节和他表白。有一个女演员，以前呀很少有人知道她，去年她拍了一部电影很火，因为这个机会她出名了，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她。那怎么说呢？对了，借着拍电影这个机会她出名了，借着电影她出名了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。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